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来说一些绘本。我忘了之前是在评论里还是在弹幕里看到有朋友说想让我说说阿狸，正好我这儿找到了2本阿狸，我还顺便找到了一本很久以前朋友送的《朋友是没有人像我一样在乎你》，就是一期绘本合集吧，所以又加了一本奈良美智的《孤单的小狗》。这一期基本上就是闲聊吧。我记得当年阿狸还挺难买的，是那个年纪喜欢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也没有说因为特别喜欢阿狸买不到阿狸的书就非常伤心。可能是年纪还小的时候，一个是喜欢的东西很多，也不纠结于就是这一件是一个东西，还有就是小的时候或许更会在意自己拥有的，不会为了没有得到的那些东西有太多的执念。这些绘本在看的时候多多少少的都会觉得有一些幼稚了，而且会有一种自己无可避免的长大了的感觉。我还记得我最初看一些绘本的时候想得很好，我想要永远保持一些天真，保持一些单纯的想法。现在再看就会觉得原来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会有保质期的，包括我自己的思想。我没有办法一直保有那种天真，没有哪一种生活一定是好的，或者说一定是不好的。但是我一想到我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去回望前一个阶段，我发现现在的自己和从前的自己似乎是完全不同的2个人。这样的非常彻底的变化，以及我对下一个阶段的未知的自己总会感觉有一种恐惧和不甘，主要是不甘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时间从来不会等待任何一个个人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翻开第1本阿狸梦之城堡。先说一句，这个你路过玫瑰花园，我在你身边悄悄摇曳，这个真的不是虞美人吗？这是一本小短篇的绘画合集，有阿狸去梦之城堡，在镜子里见到了影子，然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自己的影子无论什么情况下永远都会陪着你。还有白色花开，阿狸生来有9条命，他的前7条命在他出生的时候，在他把白色油漆当作牛奶喝掉的时候，他从屋顶掉下来，还有被英汉词典砸中，他接连失去了前面的7条命。等到阿狸6个月的时候，他爱上了桃子。桃子说他很喜欢白色的玫瑰花，如果阿狸能摘到就嫁给他。阿狸在花前等待了1夜，终于等花开放摘花的时候被守卫发现，他的爱情和他的第8条命一起消失了。阿狸格外珍惜他的最后1条命，后来就懒懒的能人不去了。时光飞逝，等到死神来找他的时候，白发苍苍的长了一把白色胡子的阿狸坐在床上想，与其这样，倒不如再用最后1条命去试着摘一次那朵白色玫瑰花。还有据说这个就比较幽默吧，阿狸把自己夹在晾衣服的绳子上，因为他爱上了兔子，而兔子在喝咖啡，在听摇滚的嗨歌。他整夜不睡觉，因为他爱上了熊猫。熊猫在用弹弓想办法把自己弹到天上，因为他爱上了麻雀。而麻雀在水里练习憋气，因为他爱上了鱼。小鱼整天吐着泡泡，他吐的泡泡都是狐狸形状的，很明显他爱上了阿狸。可是阿狸因为在绳子上挂的时间太长了，他挂了，所以后面的每一段爱情故事都这样悲伤的循环下去了。看这本书就能久违的想到小时候的童话世界就是这样的，甚至小时候幻想中的童话世界没有这本书里面画出来的漂亮，没有它更加具体。现在也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书店里一直买不到阿狸的绘本。爱是一切的原因，爱也是一切的答案。这样简单的文字配上治愈的画面，总是能勾起人们心中的一些柔软美好的回忆。我以为我已经在大润发杀了10年的鱼，我的心已经跟我手里的刀一样冷了。我以为我在少林寺扫了10年的落叶，我的心已经跟那秋风一样凉了。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变的，我以为这些故事已经打动不了我了。但是在翻开它的时候，突然有种感觉，似乎真的会有什么东西一直以来都是不变的。这些画面中的色彩会本能地让人联想到幸福、平静、温馨。
再加上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，更让人能够有挖掘自己想法的空间。这样的治愈感的东西或许会是我一直需要的吧。在这本《阿离永远站》里边，阿离登上了一辆没有终点站的巴士车，他开始了他寻找永远站的旅行。影子告诉他，我知道永远站在哪里，永远只是比时间多了1秒，所以永远站和时间站只有1秒的距离。可是人们也不知道时间站在哪里，人们渴求着永恒赋予的美好，但是也畏惧着时间带来的衰老。阿离在车上遇到了桃子，这辆车飞向了宇宙，他们在宇宙中看到了很多发光的星星，可能这些星星也都是幻想，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永恒，即使是最美的星。一个非常温暖的非常打动人的地方是，阿离在结束了他的这一段匪夷所思的旅行之后，他悄悄地溜进家门，妈妈对他喊的第一句话是进屋先洗手。看到这句话就有种好像不管走多远，不管去追求什么，回头的时候一直有一双手能够拖住你的感觉。阿离洗完手之后和妈妈说我今天坐巴士去了很多地方。妈妈说是吗？阿离说我是去找永远站了，但是每个人都不知道永远站在哪里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永远是不可能到达的，是不存在的。妈妈说有永远的啊。阿离问是吗？在哪儿？妈妈说我永远爱你啊。严谨一点说的话，就是大多数父母和孩子之间是可以说这种话的，因为这种直系的血缘关系之间的爱确实是永恒不会变的。而这句话由妈妈对孩子说出来，就总会触碰到人内心最柔软的一部分吧。因为很多妈妈确实是这样想的，但是他们不会说这句话真实，但是大多数的人又不会去表达，所以这句话才会格外动听。我如果是有意识的情况下，会避免说永远永恒这样的词，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，这样的词就像是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。我永远爱你这样的话说出来，而一旦不够爱了，这句话就会变成一种枷锁。但是也只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，就很多失去理智的时候，比如说突然爱上了一个纸片人，爱上了一张漂亮的脸，我也会下意识的说一句我永远喜欢他，我永远爱他。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我就有足够的自信，我能够确保我永远喜欢他，我七老八十了还能保持这种热烈的喜欢，而是我那个时刻喜欢他的程度，在我说出这句话的那个当下，我对这个人的喜爱已经几乎没有上限了。这种一瞬间对于一个人几乎没有上限的喜欢，会让我有一种错觉，好像我一辈子都可以这么喜欢他。周星驰的电影里有一句话说，如果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0000年，但是他后面也说10000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大部分的人会随着年纪增长，阅历的增加，逐渐变成熟，转而放弃对一些虚幻的美好的幻想的追求，而去享受现实的生活。永远这个概念我也很久没有想过了，因为知道它是虚假的，是不真实的。或许很多成年人的麻木就是来源于此，知道一些事情是假的，所以不去幻想，也不去期待。可是现实的生活里好像也并没有能够替代这些遥远的幻想中的快乐。我以为我只是短暂的放下幻想去过踏实的生活，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在慢慢失去这样一种能力。童话不只是给小孩子看的，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偶尔也很喜欢看看童话，回想一下自己曾经天真的样子，曾经对世界抱有好奇，并且敢于给出一个自大的承诺的样子。或许这样会不够酷，不够厉害，但是这是生动的。人是活水，是草原上随风起舞的旋律。我希望我自己无论是到哪个年纪都能保持一些生动和天真。喜欢一个人，喜欢一个东西，或许我还是会说我永远喜欢他，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没有永远，也不需要自己告诉自己没有永远。我只知道那一刻我对这个人的爱或许真的就是无限的，那就爱他爱到不爱为止。但其实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不会变的设定，他不变，我也不会变，因为我爱着的东西他一直都有，而且我这么个肤浅的人爱着的一些肤浅的东西在他身上也不会消失。所以或许有些爱也可以说是一种真的永远。
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有属于他们的童话，而阿里可能依旧真实的存在在一代人的心里。这样的一个天真的、可爱的，对着世界有着无尽好奇和善意的红色小狐狸，献给所有还相信童话的人。我怎么感觉我说了这么多呀？我是不是说了好多没有用的废话？那剩下的2本就下一次说吧。其实还可以加一本地球龙族图鉴，但是那一本反正我个人就是看看图，哎呀，也没有必要下一次，我觉得几句话就能说完，我的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。这一本朋友是没有人像我一样在乎你，是高中的时候我一个初中的朋友送给我的，里面还夹着他送给我的2张明信片，还有这本书里自带的一张像是贺卡一样的纸，他写了字，画了画。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我这个年代的问题，身边的人很少有写信的或者是寄明信片的了，会保留的也就是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互送礼物，会在里面加一张手写信的习惯。连这样的习惯也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，或者说不知道还能维持几次。就像这本书里的500个感谢有你的理由，一起过周末，一起过节，一起逛街，一起熬夜，一起看小时候的电视剧，一起穿睡衣出门，都是很生活化的小事，但是现在看都会觉得很困难，很遥远。我还记得当时收到这本书的时候翻一翻，好像里边的每一个例子都能够对上一样，对不上的无非就是一些还没有长大，没有变成成年人，没有经济独立不能做的事，比如说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半夜聚会喝酒之类的。成年之后发现不会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限制了，但是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少。我很感谢我的所有朋友，因为我总不是很能想得起来感情还需要维护这件事。通俗来说，就是我这个人在社交软件上几乎是一个死人，去掉几乎也可以，可能聊天啊都是需要别人来找我，我就很少会想起来说找哪一个朋友聊一聊，也没有这个需求。感谢对我一直不离不弃的朋友们。然后是奈良美智的这本《孤单的小狗》，其实这本书就比较适合很喜欢奈良美智的想要买来收藏的人。故事很简单，是一个非常大的小狗，这个大小狗由于太大了，没有人看得到它，所以它一直没有朋友。有一天，一个小女孩爬到了它的身上，掉到了它的鼻尖上，然后他们2个就成为了朋友。很温柔安抚的画面和故事，这个眼神总是透着一股成年人的那种空洞的嘴角永远向下的小女孩，但是她对着小狗笑起来的时候，也能感受到她的内心的那种温暖和阳光，就是很可爱。这本书的最后有一句，本书献给所有残障儿童。其实这个献词也不只是送给残障儿童，也可以送给所有的感觉自己和他人不同的大朋友小朋友。这本书创作于作者在德国留学期间，他远离亲朋好友，远离熟悉的生活环境，也不太会当地的语言。那个时候的他似乎就像是这一只孤单的小狗一样，深深地体会过寂寞与孤独。奈良美智的创作主题主要是童年时的心情与记忆，以及这些心情如何对未来的人生产生影响。他描绘的虽然是一个小女孩，但是也可以说描绘的是她本质的自我。这个小女孩外表是圆圆的小小的，但是她的眼睛是下3白，眼尾上吊，而且嘴角向下，看起来有一些凶凶的丧丧的，有点像一个小女孩的壳子里住着一个冷眼旁观世界的成年人的感觉。但是在这个绘本里边，小女孩一笑，包括她的一些瞪大眼睛的表情和这个大小狗的对比，这样的对比天然的就会让人感觉很萌很治愈。或许不论是多么内向的多么喜欢独处的人，都需要几个陪伴者，几个同行者，不用很多，但只要与几个信任的朋友建立羁绊，心里的一些小小的孤独和黑暗就会被填补。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不会得到所有人的喜欢，但一定会有人注意到他，会愿意为了他停留。或许现在会感到孤单，但是要相信一定会有注意到你，会为你停留，会对你说下次见的人。我也希望能够成为小女孩这样的勇敢的人啊！最后一本《地球龙族图鉴》。
众所周知啊，这个地球上只有恐龙没有龙，但是人们总会对龙这样的生物抱有幻想，而且会给龙分门别类，会给它一些设定，一些习性啊、外貌啊这种东西都会给它设定好。这本书就是绘制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的龙族的图鉴，从龙的蛋到幼龙到成年的龙，它们的分布、习性、特征什么的都有设定好。要不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龙，光看这本书里的描述，或许就真的能相信这个世界上在某一些角落里还存在着一些龙。龙的那种漂亮就是华丽的漂亮，或许蛇是神秘的，但是我觉得龙是神奇的。我对龙的幻想如果是那种东方文化里的龙，就是那种很长，身上那个一溜的那个东西，越长越华丽，带着流光的那种，我就很喜欢。如果是对于西方文化里那样的龙，我就喜欢翅膀非常非常大，几乎和身体一样大，头尖一点，那种看起来就很帅。所以这种书就很满足个人的一些喜好。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这个斯堪的纳维亚蓝龙，它简直就是画出了我想象中的西方龙，还有神殿龙。这个龙其实属于颜色配的特别抓眼吧，而且就是它的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位置，非常长，非常好看，非常华丽。那个威尔士红龙也很好看。其实这本能说的不多，就是过个眼瘾。结束了，天天开心，朋友们，拜拜。